甲状腺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腺体，也很容易出现问题。近年来，有甲状腺结节的人呢越来越多。其实这和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有很大关系。那该如何改善甲状腺结节呢？可以常吃3种食物。1. 蒲公英。蒲公英大家都很熟悉了，是一种药食两用的野草。蒲公英具有消炎杀菌、消肿散结的功效。那对于有甲状腺结节的人，没事吃点蒲公英，或能让结节慢慢变小。2. 芋头。芋头是常见的食物，营养丰富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膳食纤维以及微量元素，有促进排毒、化痰、散结的功效。所以经常吃一些芋头，能帮助改善甲状腺结节。3. 黄瓜。黄瓜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可以生吃，也可以做菜吃。黄瓜中含有多种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，具有活血化瘀、软坚散结的作用。所以如果你也爱吃的话，甲状腺或许会感谢你哦。那如果想要甲状腺健康，还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合理的进行饮食，这样甲状腺结节才不会大会的不断发展。血压高已经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有血压高的问题。其实血压高很可能是吃出来的。那下面的3个饮食坏习惯，你看看你有几个？喜欢吃菜汤，很多人喜欢用菜汤拌饭吃。虽然这样吃很好吃，但是菜汤里容易存留大量的盐分，吃多了容易引起血压升高。喜欢吃腌菜，不管是自己家腌制的咸菜还是外面卖的，腌菜中都会加入大量的盐，如果盐分超标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也会引起血压升高。喜欢喝饮料，饮料中不仅含有大量的糖分，也含有钠。如果经常喝饮料，不仅会使血糖升高，也容易导致血压升高。所以喜欢喝饮料的，希望你尽量。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都有血压高的问题。如果血压高，那平时就要多注意饮食和作息习惯。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血压高的人要尽量避开2件事。第一，多吃盐。血压高的人平时饮食应该以清淡为主，如果摄入过多的盐分，很容易刺激血管，导致血压升高，所以大家要尽量避开。第二，生气。经常生气会让人产生紧张情绪，肾上腺素分泌也会增加，不仅影响心情，也会使血压升高，所以大家要少生气。那血压高的朋友，平时可以常吃一种食物哦，那就是芹菜了。芹菜的营养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钾元素，能控制钾钠平衡，维持血管健康，对稳定血压有帮助哦。身上的血液滋养着全身，如果血液中存在垃圾，血管就会堵塞，影响健康。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几种血管的清道夫，经常吃可以让血液干净，血管更健康哦。海带。海带中含有一种胶质，这种物质可以和血液中的有害物质结合并排出体外，对清理血液垃圾有帮助。猕猴桃。猕猴桃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胡萝卜素以及矿物质，可以增强血管的柔韧性。黑豆。黑豆中含有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纤维质能促进血液循环，对保护血管有帮助。荞麦。荞麦含有多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，还含有胆碱、维生素 B1、B2， 经常吃有净化血液、强健血管的作用。青椒。青椒含有的营养也很多，其中含有的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 和叶绿素能够清理血液垃圾，防止血液凝固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血液流通顺畅，那么身体也会很健康。但如果血管内垃圾过多，血液就会变粘稠，血管出现堵塞。那么怎么判断血液粘稠不粘稠呢？大家可以蹲下试一试。如果蹲时间长了，出现气喘、呼吸困难以及呼吸急促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血液粘稠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做一做，帮助清理血液垃圾，预防血栓。这个动作非常简单，自然站立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手在腹部上叠放，然后左手向身体左侧甩动画圈。做完再换右手，因为我们的手上和手臂上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，不仅可以预防血液粘稠，还能帮助保护心脏。
每天做3到5分钟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哦。血液粘稠的人常喝1种水，吃2物，稀释血液，预防血栓。荞麦茶，荞麦茶中含有丰富的芦丁，芦丁可以促进血管代谢，有助垃圾毒素的排出，还有软化血管的作用。所以呢，经常用荞麦茶泡水喝，可以帮助预防血栓哦。那还有2物，就是燕麦和山楂。燕麦里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葡萄糖，能够促进肠胃消化和吸收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有帮助。那山楂里面也含有很多营养物质，经常吃山楂有活血化瘀、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，能够帮助增加血管的通透性，预防血栓哦。大家应该都听说过高血脂，如果平时吃了高油脂、高热量的食物，就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。血脂高对身体有很多危害，经常表现为头晕、头痛、胸闷、心痛等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，帮助血脂降下去。动作还是比较简单的，躺着就能做。每天睡觉前可以躺在床上，双腿并拢伸直，双手自然地放在身体两侧，全身放松，然后将双腿向上抬起，大腿和地面垂直，小腿和大腿垂直，脚尖朝向天花板，这样保持5到10分钟。这个抬腿的动作可以促进气血运行，使气血畅通，而且抬腿时会流汗，能够把身体内的酸性毒素排出，将血中脂肪燃烧掉，有很好的降血脂的效果。不过要每天坚持做才会有效果哦。除了上面这个小动作外，想要降血脂，大家平时在吃完饭后可以拿出去走一走，每次走半小时以上，不仅可以促进消化和吸收，还有利于血脂的降低。眼屎是健康的信号灯，若出现这3种情况，大家需当心。情况1，眼屎粘稠半透明。如果眼屎变得粘稠，而且是半透明状的，大家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要感冒的信号。若是还伴有眼白发红，要警惕病毒性结膜炎，最好及时检查一下。情况2，眼屎发白呈细长形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眼屎，很可能是眼睛干涩引起的，那大多发生在用眼过度或者是经常戴隐形眼镜的人身上，大家需注意缓解眼睛疲劳。情况3，眼屎颜色深而且很多。大家早上起床后，如果眼屎很多，感觉都粘在一起了，而且眼屎颜色还很深的话，这可能是肝火旺的表现，大家需要及时养肝，可以多喝水，少熬夜，多吃一些可以降火的食物。所以当出现眼屎的时候，大家可以观察一下，如果发现异常，最好先检查，不要乱用眼药水，以免给眼睛造成伤害。阳气对我们很重要，如果阳气不足，身体就很容易生病。阳气不足的人会有2个表现，别大意了。表现1，免疫力下降。如果体内阳气不足，那么人的抵抗力和免疫力也会下降，很容易生病，尤其是感冒。如果经常出现这种情况，就要注意了。表现2，怕冷。当人体内阴阳失衡时，经常会出现怕冷的情况，尤其是冬天，手脚和腰部等地方都容易发凉，这时就要小心是体内阳气不足了。那阳气不足该怎么办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对养阳气有帮助。在地上铺个瑜伽垫，坐在上面，将双腿弯曲，双手交叉抱住小腿，将重心放在臀部下面，然后抬起双腿，让大腿尽量的靠向腹部，保持这样的姿势，然后前后的摆动，每次3到5分钟。这样滚动背部可以帮助疏通气血，滚动的时候背部发热，阳气也会生发，有很好的养阳气的作用，大家可以坚持做一做。现在胃不好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其实这跟年龄没啥关系，反倒呢和我们平时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。那平时该怎么养胃才好呢？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2种养胃食物。1，猴头菇。猴头菇是菌类的一种，很好吃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山中猴头，海味燕窝这句话？猴头菇富含矿物质、维生素以及多种氨基酸，那经常吃呢，能够帮助修复胃黏膜，有很好的养胃作用哦。2，桑葚。桑葚非常好吃，味道甜美，而且营养呢也很丰富。
它里面有花青素、黄酮类以及维生素 C 等物质，能够促进肠胃的吸收能力。那胃不好的朋友，经常吃一点桑葚，也能够帮助养胃。做了一天，晚上回到家腰酸背痛，躺在床上还睡不着觉，脑袋里都是这事儿那事儿的，那真的是挺难受的一件事儿。那该怎么办呢？大家可以在睡前做一个拉伸动作，对缓解腰酸背痛、促进睡眠有帮助。平躺在床上，双手手臂向两侧伸展，然后用左腿去缠住右腿，身体呢向右侧转动，坚持5秒，再换右腿缠住左腿，身体向左侧转动，这样左右交换做3到5分钟。可以呢睡前做，这个动作能够拉伸腰部和背部的肌肉，缓解腰腿部肌肉和关节的紧张感，对促进睡眠有帮助。虽然动作不难，但是大家做的时候也要量力而行才行哦。得啦，今天就唠到这儿吧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吧，拜拜。